普通人可以實現財富逆襲嗎？自從林姐請我去陸家嘴吃了一頓28塊錢的盒飯，我這個膽子是越來越大了。這種吸引眼球的標題都敢寫了。如果你發現我被帶壞了，找他算賬。廢話不多說了，問一個問題：假如股神王富貴在股市賺的是盆滿缽滿，現在他賣出了部分的股票，將收益是落袋為安了，那這筆錢他會怎麼處置呢？是買房買黃金，還是乾脆存在銀行裡吃利息呢？這看似是件隨心所欲的事情，但是實際上每一次決策都是蘊含着對未來週期的判斷。投資的真諦，正如石涵彬老師在書裡說的，投資其實就是交易未來的遊戲。站在現在復盤過去當然是簡單的，但是真正逆襲的邏輯是在於站在現在預判，並且是提前布局未來。那怎麼預判未來呢？有沒有一種方法可以輔助我們去判斷呢？我們來做一個選擇題。普通人財富實現逆襲，就是獲得超額回報的底層邏輯，最根本、最核心的要素是什麼呢？ A. 信息差， B. 週期， C. 個人努力。選 B 的寶寶們，恭喜你答對了，你可以先去玩了。聰明的你可能已經知道，我們今天要聊的是一個經典資產配置模型——美林時鐘。那什麼是美林時鐘呢？它是一張把經濟週期拆分成4個季節，並且告訴你每個季節該買什麼資產的地圖。復甦、過熱、衰退、滯脹，就像是春夏秋冬一樣，他們會按照順序去輪轉的，不是亂來的。每一個週期最賺錢的資產都是不一樣的。美林時鐘就像是一個經濟學家和投資銀行家給我們畫出的一張考試重點地圖。它不是直接告訴你股價是多少，但是它直接就告訴你出題的方向是什麼。現在是復甦期，重點就在股票。普通人只要順着地圖去走，就能夠避免在盛夏的時候去囤積冬衣了，大大提高財富增值的效率了。復甦看股市，過熱看大宗，衰退買債券，滯脹抱黃金或者現金。但是美林時鐘是美林證券基於成熟的市場經濟的歷史數據所總結出來的模型啊，它帶有美國基因，換一個地方也許並沒有那麼精準，但是儘管存在着局限性，美林時鐘依然是普通人財富逆襲的最佳戰略框架了。掌握它的邏輯，我們就能夠在週期切換的時候比別人提前半步了吧？理論上我們都知道復甦看股市，但是普通人怎麼知道現在是不是復甦的時間段呢？宏觀經濟的數據是包羅萬象的，令人眼花繚亂的，但是聰明的美林時鐘只要求我們關注2個最簡單、最核心的趨勢就可以了，來判斷我們現在處在什麼階段。這裡就有2把鑰匙了。第一把鑰匙看 PMI， 我們不需要等到季度的 GDP 數據去公布，因為那個往往是之後的嘛。我們應該看到的是一個更具前瞻性的指標——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比如財新的數據通裡就可以查到 PMI， 在這個地方。經濟數據，那10月份它是49。那怎麼理解呢？ PMI 是衡量企業，尤其是製造業景氣度的先行指標。PMI 上升代表的是企業訂單數量的增加，對未來是樂觀的，預期經濟增長的趨勢是向上的。那麼 PMI 下降，那麼就代表企業的訂單減少了，對未來是悲觀的，預示着經濟增長的趨勢向下了。那第2把鑰匙就是看 CPI， 那麼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就是和我們生活關係特別密切的物價指標嘛。CPI 的衡量是消費者購買商品的服務和價格的變化了嘛。那麼 CPI 上升代表的就是價格的上漲，預示着通脹壓力增大。CPI 下降，那麼就代表着價格回落，預示着通脹壓力的減小。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我們的 CPI 受豬肉價格的影響是比較大的，所以要多多考慮豬肉的價格對 CPI 的影響。那將這2把鑰匙的趨勢變化來組合起來，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張清晰的週期判斷地圖。那如何去獲取 PMI 和 CPI 的這些數據呢？官方它當然是每個月都是有
公布的，各大財經網站、金融 App 甚至是新聞頭條都會及時的推送的。不過我是比較懶的，一個財新的 App 裡的數據通就可以搞定全部啦。當然我們不需要像經濟學家那樣子去判斷數值的絕對高低，只需要關注上個月和這個月相比是漲了還是跌了。宏觀數據的底層邏輯並不是特別高深的，它需要的不是複雜的模型，而是簡單但是可持續的觀察。普通人只要堅持追蹤 PMI 和 CPI 的邊際變化，就能夠去掌握週期輪動的節奏了呀，實現財富逆襲的底層邏輯。聽到這裡，是不是像打了雞血呢？準備拿起2把鑰匙去判斷週期了？等一下，先不要着急。美林時鐘就像是一件美國定制的西裝，放在別的市場是會有偏差的和水土不服的，但是它仍然是有借鉴意義的，自己可以算出誤差率的嘛。當然我先聲明，你賺錢和虧錢跟我是毫無關係的，我要先撇乾淨自己，完全是不負責任的。現在我們已經是解決了什麼季節的問題，那接下去我們就要來講什麼季節穿什麼衣服。復甦期是經濟走出衰退泥潭的階段了，衰退期積累了過剩的產能就逐漸出清了嘛，然後央行就持續的寬鬆貨幣政策了，對吧？那麼就是低利率、低準備金率，刺激需求，企業訂單增加了，但是通脹的壓力還沒有抬頭，這個時候物價是處於低位的，為企業擴張提供了低成本的資金環境。那為什麼是股票呢？這裡的核心邏輯是這樣的，全社會由於是在衰退期，通脹率不高，央行不會收緊貨幣政策，投資行為是漸漸活躍了，大家都認為企業即將賺錢，那股價就會先於盈利反應。這個是為什麼呢？股票會先漲，經濟數據就隨後再復甦嘛。那如果這個階段還拿着現金，就會錯過股市的收益了。當經濟復甦一段時間之後，就可能進入了過熱期，那麼市場情緒就從復甦的樂觀走向了狂熱。過熱期的核心驅動力是需求超過供給嘛，企業的產能全開了， PMI 持續位於高位，甚至是繼續的攀升，那表明新增的訂單和生產是處於極度擴張的狀態。那失業率通常是下降到了歷史低點，工人是瘋狂的加班，同時通脹率是不斷超出央行的目標區間的。此時央行首要的任務不再是刺激增長，而是抑制通脹和資產泡沫。貨幣政策正式轉向緊縮，開始加息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或者是縮表，試圖為經濟退燒。這個時候為什麼是大宗商品呢？大家都在買，企業的產能逐漸跟不上了，工人瘋狂的加班了，機床24小時開機了，就會消耗大量的原材料，比如能源，比如鋼鐵，最終就會導致大宗商品的價格上漲。這個時候如果拿着現金，物價上漲就會變成同樣的100元，這個月可以買10盒雞蛋，下個月就只能買8盒了。這種錢不值錢的現象叫做通貨膨脹。過熱期的風險是在於央行的緊縮政策往往存在滯後效應，一旦剎車踩得太猛了，經濟就會迅速的失速，直接就衝向了下一個階段，滯漲期或者是衰退期。這個時候就要密切關注 PPI 了。如果 PPI 已經是數月處於高位了，而且 M2 增速開始放緩，這就意味着緊縮政策可能很快就會到來，歡樂的派對要即將結束了。那經濟不可能一直過熱嘛，就好比人不能一直發燒，高燒時間長了就容易燒壞腦子嘛，變成智障了嘛，所以滯脹期它就來了。聽完前2個時期之後，大家應該可以順着邏輯試着推演一下滯脹期是什麼樣子的。畢竟我的視頻只是讓大家燒腦，並不是讓大家發燒的。發燒是一種病，得吃藥。一個人再有錢，也只能是一天吃3頓飯，無限買，到最後就是再也買不動了。企業發現銷量開始下滑了，但是倉庫裡的貨還沒有賣出去，那賣不出去的貨就也是發不出工資嘛。為了提升銷量，就只能降價清理庫存，但是進口原材料也是高價啊，為了維持經營，最終虧本也要賣呀。所以就會導致員工開始降薪，
在家不買東西，全社會的需求就是進一步減少的惡性循環嘛。央行這個時候是最難的，繼續收緊貨幣政策，企業是受不了的。如果轉頭開始是寬鬆，那麼通脹又怕是壓不住的。這就是女朋友和媽媽同時掉水裡，先救哪個的經典問題了。這個時候最好手握是大量的現金，因為經濟危機隨時都有可能爆發。股票下跌，貸款逾期，所有的資產瘋狂的縮水，手裡握有現金，才能在衰退期更好的抄底。接下來我們將進入美林時鐘的最後一個季節——衰退期。衰退期的特徵就是雙降，即經濟活動和物價水平同時下降，消費需求極度的萎縮，企業為了清理庫存，不得不降價促銷。在慘痛的代價之下，物價是終於回落了，通脹率是降至低位了，央行不再面臨救誰的難題了，因為通脹的壓力已經解除了，唯一的任務就是救經濟。政策從緊縮迅速轉向全面寬鬆，開始降息降準，為下個週期啟動提供貨幣動力，開動超能力吧，爭取早點擺脫低迷，重新進入復甦期。這個時候拿着債券當然是最好的，因為降息大概率是要發低息債券的，利率走低，債券價格就要上漲，確定性就更強了。而大宗商品由於企業倒閉，採購量減少導致下跌，應該要避免的。自此，美林時鐘已經是走了一圈了。這篇文章是我跟林姐共創的，她告訴我她的投資邏輯是必須要緊跟週期的。她還說在實際操作當中，每個週期所經歷的時間是不同的，各國央行會提前發力，盡量延長復甦期的時間，減少過熱滯脹衰退的時間，或者是在困難的週期內盡量減少損失，讓人民的體感沒有那麼差。但是對於普通人而言，每一個時期還是有一個過渡期的，過渡期還要細分的債券股票的比重以及是品種，比如股票中的高股息和債券中的可轉債也是可以用過渡衰退到復甦的，還有比如股票中的資源股也可以過渡復甦到過熱等等。他說這個要講清楚得分99、80、17了啊！天哪，太恐怖了。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再見。